男人每天都会被干掉一次，但只要过了12点，又会莫名其妙从泉水复活。他想要跳出这该死的循环，却发现无论怎么努力，仍躲不过每天被杀死的宿命。本以为这种情况会无限循环下去，没想到今天的杀手竟一反常态，主动上前打起招呼。老王不知道对方在玩什么把戏，但先把车门锁住，肯定错不了。谁料下一秒，中控开关竟自动弹了起来。望着近在咫尺的杀手，老王已经准备好重新复活了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阿森不仅没动手，反而笑着催他赶紧开车。虽然不知道对方打的什么算盘，但既然躲不过，那就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跟着阿森来到保龄球馆，老王一眼就看到了大屏上的姓名板。哦，明白了，这是觉得干杀不过瘾，特意来搞我心态的，对吧？虽然阿森极力否认，但老王那是一个字都不信。他问对方今天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，没想到阿森却说不杀他了，不只是今天，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都不杀了。突如其来的幸福让老王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，可他哪里知道自己的宿命又怎是阿森几句话就能决定的呢？老王倒下之后，阿森仍不受控制的疯狂舞蹈，周围的人哪见过这种阵仗，急忙连滚带爬向外逃去。转眼间，场馆里就只剩下2个活人，一个是阿森，另一个则是正在清理现场的长毛。每天不间断的杀戮让阿森感到身心俱疲，他求对方终止这该死的循环，却被长毛以契约没完成为由当场拒绝。至于这个契约到底是什么，又为什么能把人困在时间循环里，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，稍后再讲。阿森知道自己没法说服对方，只好配合着一起处理尸体。12点过后，新一轮的循环再次开启，他把契约的事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老王。在听到只有杀够了次数才能结束这场循环后，老王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。随后的日子里，他们没事就在一起聊聊天，聊够了，阿森就急急给老王送走。谁也没想到，两人竟在这种杀与被杀的循环中生出了些许友谊。但看过第1集的兄弟就问了，这不扯淡呢吗？老王都把人家女友杀了，还有一个屁呀友谊？先别急，这其实是导演特意埋下的伏笔，咱们马上揭晓答案。某天早晨，当阿森再次回到起点，竟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期待已久的消息，他连忙赶回工厂，将这个消息告诉老王。奇怪的是，老王闻言非但没有一丝兴奋，反而还表现得异常紧张。他问阿森，过了今晚自己会不会死？阿森说他也不知道，但大概率是会的。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循环结束之后，老王就得死呢？这个答案一般人绝对猜不出来，因为老王根本就不是人，而是一堆由代码组成的数据。这也是为什么阿森明知他杀了女友，还能跟他做朋友的原因。原来在失去爱人之后，阿森始终无法释怀，于是他跟某家科技公司定下一份契约，通过在对方部署的虚拟世界里不断击杀害死女友的凶手，从而获得心灵上的救赎。最后的这段时间，老王没有再跟阿森待在一起，他先是完成了每日巡检，随后便在园区里找了一棵大树。在他的记忆里，之前几十年都在为生活奔波，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只想体验一把纯粹的快乐。当天夜里，两人来到阿森每日抛尸的那个水库。临死前，老王告诉阿森一个秘密，其实杀他女友的时候，对方已经不想活了。那天老王按照领导的指示，在女孩下班途中将其绑架，他让对方交出藏起来的东西，可他沉默了片刻，竟要求老王赶紧杀了自己。虽然于心不忍，但在领导的远程操控下，身为打工仔的老王也只能听命行事。阿森不知道女友为什么一心求死，更不知道他到底藏了什么。也许这个答案只有过后当面问他才能揭晓。感觉时间差不多了，老王平静地躺在地上，呼到一声珍重之后，他终于脱离了这场循环。第二天一早，阿森像往常一样来到工厂。由于契约已经结束，他在这里见到了科技公司的长毛。对方告诉他，只要拔下身后的电源线，就能重新回到现实。但阿森还有一个疑惑没有解开。为了找到答案，他再次签下一份新的契约。当协议生效的那一刻，阿森又回到了熟悉的房间，而坐在床边的竟然是他心心念念的女友。虽然明知对方只是一堆数据，但也足以解他相思之苦。他问女孩到底藏了什么，又为此得罪过谁，但或许是为了保护男友，无论对方怎么追问，女孩愣是咬紧牙关，一个字也不说。这就是他的选择吗？对于这个结果，阿森有些难以接受，却又不得不接受。虽然很想永远留在这个虚拟世界，但他很清楚，假的终究是假的，属于他的那个女孩永远也回不来了。在看了女友最后一眼，他终于一狠心做出了告别。
随着意识逐渐恢复，阿森重新回归到现实世界。之前经历的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境，如果不是看到周围的工作人员，谁又敢保证那一定是真的呢？故事的最后，天空中飞过一只白鸽，我想这是导演在隐喻阿森终于放下了一切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。而随后因为没看路，还有不小心降上了沟里，这里解读起来就比较有深度了。导演其实是想告诉我们，开车就老老实实看路，这瞅那瞅的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此结束。好电影百看不厌，关注亨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